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不是让你好好睡觉吗？睡不着。那来了怎么不叫我？怕打扰你。你呢？这么晚不睡觉，要去哪儿啊？担心你睡不着，想着去看看你。你是在谎言里沉迷着你，哪怕荒无边际的风向里，黑夜中我会望，绝望里，也就像一滴泪，怎会驱散为你？你我默念，慕容老侯爷在我的手里，现在要不要放人，只有我说了算。你应该与我商量才对。当初你让夏静时杀我，你欠我一条命，咱俩之间的恩怨还没有了结。傅一笑，说出你放人的条件。那你也找个悬崖跳下去吧。不敢啊？看来你还是舍不得自己这条狗命啊！装什么孝子？你说了这么多，无非就是想借用和凤随哥的情谊救出你爹。慕容耀，你比夏静时还虚伪。凤随哥，我爹对你有救命之恩，你让傅一笑放了他。关凤随哥何事？这是你我之间的恩怨，想要救出你爹，先想想如何给我一个交代。拦住他！今日我若见不到我爹平安归来，你俩都别想走。慕容老侯爷的生死尽在你手，就算是为了他，你也不能冲动。傅一笑，看来你不了解我的手段，不要再挑战我的底线，否则我会让你们生不如死。看来你也不了解我的手段，如若没有后手，我今天会在此吗？若是我和凤随哥未能安然离开，你爹也会生不如死。想清楚后果，不要再挑战我的耐心。傅一笑。见之所指，心之所至。见之所指，心之所至。对，什么都不用想，心中只有你的目标。我的心中只有一个目标。若命运不仁，也莫怪我轻狂。以为此生如孤帆流浪，却夹逢你风雨什么目标？仿若一阵残花落我眼旁。我今天烟已淡薄，融开冰霜，漫在心上。你眉心的光，是我最偏爱的那一种盛放。我曾决尽可原谅，天远路长，你在身旁，就不算跌倒，就能含泪将我护往。微臣参见陛下。陛下身体如何了？
听说你方才带人强闯皇宫，所为何事？护驾。为何不是宫变夺位？朕那张玉座不足以吸引你吗？你昏睡了多日，应该还不知道宫中发生了何事。能有什么新鲜事？奸臣把持朝政，文武百官站队，乱臣贼子野心毕露，趋炎附势的小人侧目而进，无非如此罢了。朕28岁起兵，33岁开国称帝，至今当了25年皇帝。宫中朝政，还有什么乱子是朕没见过的？你生幻觉症不告诉我，3日之前苏醒了也不告诉我。怎么，我的事都要向你禀报？你是在怨我今日擅闯皇宫吗？庄慎图谋不轨，宫中杀机四伏。我带人入宫，还不是怕你身陷死地？朕若陷入死地，不应该是你的天赐良机吗？朕等了你这么多日，你竟连一点叛变夺位的意图都没有。朕苦心培养你这么多年，你竟然连这一份称帝的野心都没有，太让朕失望。照你这么说，我没有趁你兵危叛乱篡位还错了不成？错了，当然错了，大错特错。你是我凤平城的儿子，你理应对皇位垂涎三尺，你理应巴不得朕早点死，你理应机关算尽，想夺取朕的江山，这才是你肃杀大皇子该做的事。你以为朕死了，这个皇位就是你的吗？你不来争抢这个皇位，便会落入他人之手。我对你的皇位毫无兴趣。这便是朕最厌恨你的地方。他胸无大志，见识浅薄，就像一个山村野妇一样。他不配做你的母亲，更不配做朕的皇后。出口，哥，你不能像他一样。朕把所有的荣耀都给了他，他却不领情。他以为自己是个什么东西，装什么清高，装什么闲云野鹤，装什么出淤泥而不染。他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一个山村野妇。你给我闭嘴！我杀了你！来呀，杀了朕！可光嘴上说说可不行，你不是恨朕吗？动手啊，快杀了朕！朕只嫌你恨的还不够，杀了朕！对不起，刚才没忍住。他方才说的话，你不要放在心上，别生气了，好吗？方才是我该谢谢你才对，你在里面为我出头，站在我的角度上面考虑。不过你刚刚说的话，确实和我母后很像。我想，但凡是个人，都会这么说吧。怎么，你该不会是想要叫我一声母后吧？我倒是不介意成为像你母后那样的人。好了，别哭了。我没哭，刚刚风沙大而已。屋子里哪里来的风沙？那不管，反正就是风沙大。
放心，有我在，以后不会再让风沙吹倒你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不是让你好好睡觉吗？睡不着，那来了怎么不叫我？怕打扰你。你呢？这么晚不睡觉，要去哪儿啊？担心你睡不着，想着去看看你。迷失在谎言里，沉迷着你，哪怕荒无边际，多风向里，黑夜中我回望，绝望里，也就像你的泪，怎会失散为你？你我默念，犬子无知无德，被奸人利用，企图谋反。臣教子无方，前来谢罪。你想让朕如何呀？臣不敢奢求陛下法外开恩，子不教，父之过。臣求陛下赐老臣一死，给小儿留一口气，哪怕是打断他的手脚，哪怕是将他流放，只要留他一条性命，老臣心上就是一个儿子啊！老臣这一辈子没你求是朕的股肱大臣，你一生为肃杀殚精竭虑，浑身都是战伤。你是想要朕在你的战伤之上再添一刀新伤吗？朕要如何忍心？好了，起来吧。陛下，是要朕扶你起来吗？陛下，臣不敢，臣有罪，请陛下恕罪。你若真心求死，就不会前来见朕。你负荆而来，让宫中上下人尽皆知，不为死，是为活。老兄弟了，老兄弟之间不必使这些心术。若非这几年朕让你戍边，你那个儿子有机会因缺乏管教走上绝路啊！照此说来，倒是朕错了。陛下，臣不敢，臣惶恐啊！朕只求陛下放过小儿，给他留一条生路吧。朕累了，你早些回去。陛下，陛下。
上！保护百姓！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怎么样？放心，我屁股没有开花，没事。你快去救殿下，走！程主任，走！大家小心，百姓里面有杀手！小心！你也是。15年前，我母后为何而死？风随哥，我要你亲口告诉世人，你当初为何要杀他？你母后是我害死的，那个贱人死于我手，我才是你的上母仇人。有种你冲我来，你来杀我，放了我父亲！你说还是不说？我庄慎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我所做的一切与我女儿无关。与我庄家无关。风随哥，我用我的命还你，别伤害他们。你没资格跟我谈条件。我最后再问你一次，15年前就在这里，你为何要杀我母后？一朝不慎，满盘皆输。你是赢了，你不过是多了些运气。老夫只是败在了运气上，并没有败在你手上。15年前，父亲，父亲，你要说什么？不要说，什么都不要说，不要！是我蓄意加害先皇后，她并非锦绣细作，是我故意伪造证据加害于她。也是我亲手杀的她，我所做一切，就是想铲除先皇后。你满意了？别
仇人死了。儿子不孝，这一天让你等太久了。今天我带了一个特殊的人来，他是傅一孝。娘，自你走后，我仿佛是孤身一人挣扎在泥潭之中，说不上有多苦，但天却是黑的。这些年来，我一直在努力地让自己变得跟他们一样黑。我以为这样才能打败他们，我才能替您报仇。可实际上，我已经深陷泥潭，几乎无法自拔。直到遇见了他，有了他，我的天才亮了起来，才让我能看得见日月星辰，才让我觉得我活着是有意义的。我才能想象到，报了仇之后我该过什么样的日子，才我能想象到以后的每一天都有一孝的身影。您放心，我们都很好，以后我们会好好的生活，我也会好好的照顾他。一孝，你愿意跟我一起给我娘磕个头吗？我好像听见我娘说话了。说什么？她问你能不能叫她一声娘。我从小就是个孤儿，无父无母，从来都没有叫过任何人娘。如今有人愿意做我的娘，是我的福分。娘，一孝给您行礼了。